大家好，我是乐乐法力。这期视频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2次在抗议现场混入粉红阵营的感受和观察，以及我做这些反串节目背后的思考和故事。那么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够看得出来，我终于来到台湾了。这里20年的变化也太大了吧！既然这一次在台湾，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呢，不妨从台湾开始说起。你们到这边来，表明我们在台海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。对啊。都希望早日统一。那你有没有关注台湾的选举？你最支持哪一位候选人？可能如果不是蔡英文就更好了。对，蔡英文是哪一个党来着？国民？哦，不对，民主。不要独立的那一方。赖清德。啊，对。但其他的政党，只要他们不支持台独的话，你就支持，对吧？看国家的选择吧。中国国家的选择。大陆的选择。民众党也不支持。民众党也不支持。赖清德是哪个党的？但是如果是台湾的选举，毕竟是他们的选民选出来的，对吧？是的。所以你希望他们选出来哪一位？目前就不是很偏向蔡英文。影片中的小粉红们明明对台湾一无所知，却还能有一个如此坚定的立场，那就是党国必须得解放台湾。不只是台湾问题，在我上一期的影片中，他们被问到任何政治相关的问题的时候，大脑就立刻被立场接管了。这个立场就像一条自动程序，所有回答都已经被设定好了。中国没有言论自由。我们能不能在Twitter 上面骂 Jewish people？台湾不是中国。那是中国的领土，很少的时候了。就比如说几年了，很少就是古代的。或者是一聊到政治，就立马条件反射一般的说道：“这个国家大事我们不能评论。”如果说有一个方法可以迅速检测一个人脑子里是否植入了中宣部，那就问他这个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假设中国大陆要武力统一台湾，要武统台湾，你赞成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不是我老百姓可以去回答的。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更高层次的一种问题了。我学习中文的这16年以来，每当我试图和中国人讨论稍微敏感一些的政治问题的时候，95%的中国人都会这样回答我。所以，徐春英，你真的没有让我党失望。你自己是否已经拆除了脑子里的中宣部，并且正在努力寻求进一步摆脱中共的控制？那是时候联系艾菲利律师事务所，探索你的身份寻求之路。你也许身在国内，已经开始计划着出国，需要专业的法律指引。你也许正在行动，却被道路中雌熟的法律问题难住。也许你已经身在美国，却受到身份问题的困扰，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无论你在通向民主与自由的路上遇到什么困难，无论你身处哪个阶段，艾菲利律师事务所都可以为你提供意见咨询和合适的解决方案。又或许身为大陆人的你，不止一次羡慕台湾人拥有的护照，可以让他们来去自由，而你只是拥有如此多寻求政治庇护的理由。When life gives you a Chinese passport, Alexander Law Firm is here to help. 如果你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迫害、宗教迫害、性取向迫害，点击视频下方的描述，获取艾菲利律师事务所的网站链接 ，and see if he can help you on the path to freedom. 再说回主题，看过我第1期混入小粉红阵营影片的朋友们，也许有发现，在蔡英文抗议现场，我遇到的几乎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粉红。但在这一次在拜习会的现场呢，有非常多中国年轻留学生，他们都戴着统一发放的红帽子，拿着小国旗，甚至还有人贴心的给他们准备了雨衣。Oh, that's so nice. 其实他们就像一个旅行团一样，只不过打卡的景点是反贼们组成的亮丽反共风景线。他们报名参加活动的时候，可能都天真的以为这是个免费旅行，可以发朋友圈张脸的好机会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在现场听到的、看到的是那些严重挑战他们底线和认知的标语和口号。他们一开始以为我只是一只白猴子，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掏出手机开始录像，可能还想着这个视频肯定会在中国网上走红，我肯定会有很多流量，又可以再跟我的国内家人朋友们吹牛了，哈哈！但是在我被认出是反串之后，在我开始以反贼的身份去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恐惧。
对吧？你看中国最近的艺术水平有多差？他们把原本在路上的手机收起来了，也都不敢跟我对视了，只敢透过余光偷偷的看我。这些中国学生们来到美国留学，但是依然是活在一个虚幻的泡泡里。他们身处自由世界，却仍然没有夺回思考的自主权。其实，当我看到他们麻木、恐惧又怀疑的神态时，是有一点为他们感到难过的。I have no problems with confusion. I can work with confusion. 中国哪一部电影能够走上国际舞台呢？中国政府镇压中国的艺人。推荐2个导演，一个叫李安，另外一个是王家卫。哎，李安是哪里的？李安是台湾的。啊，那就不是中国呀。OK， 有个中国艺人应该有权利发表他们的意见。是。你可以笑我啊，但是你要辩论，我们就辩论吧。这个人对于自身利益之外一切的漠然，恰好就是共产党最希望看到的。之后又来了一位小伙子，他试图让我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站队。他说 ：“We can use English。”你支持巴勒斯坦，然后录下来。巴勒斯坦。对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源头是巴以冲突的源头是宗教。你不要回避。我觉得我不，这个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无知却又自信。And you guys know I'm not going to shy away from answering a question. I'm down to answer you. The problem is this guy will not stop interrupting me, okay? And I have to admit I lost my temper. 干不干啥？所以你的意思是按照你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，我必须得选一方，对吧？我要么是跟他支持，要么是反对他。And because I lost my temper, I started interrupting him, yelling at him, and now we're just yelling at each other, and we're not getting any discussion done whatsoever. 但我毕竟从小就在礼仪之邦的美国南方长大，所以我决定要跟他道歉。为了表示友好，我就把我的手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，跟他说：“如果我刚才也打断你了，别碰我。如果我刚才打断你，再碰我一下，我可就打到地上了。我有高血压。如果我刚才打断你，我对不起。That left me so speechless. All I could think was, wow, this guy is such a chubby little tubby all stuffed with fluff. 他们的停工并不是一个选择，他们坐上大巴车，听从安排来到这里，哪怕他们成长的环境从来都压抑政治表达和思考，所以他们没有真正热情，只是一种麻木。反观另一边反对共产党的人们，他们是在立场上做出了自主选择的人，所以他们有热情，他们会千里迢迢从纽约、波士顿甚至加拿大飞过来参加这场抗议活动，只为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。上一期影片的反串，我也正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观点。但与其我在镜头前侃侃而谈，不如通过一系列的问题让他去自证，而这些小粉红的反应已经完美的替我证明了这一点。我这一次来到台湾，每次跟台湾人交流的时候，我都会再想到这些小粉红，想到他们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。但是你看这些年轻人，他们能解放谁啊？你解放个屁！他们甚至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解放。Anyways， 这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内容。我是乐乐法力 ，Please don't forget to comment, like, share and subscribe。我们下一期再见 ，Peace。